嗨，大家好。近几年来，容器化、Docker、微服务等现代化的运行维护技术兴起。现在 Docker 不论是在前端、后端、QA 都已经是必学的技能了。相信大家就算还没开始正式使用 Docker，也应该对 Docker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那我这边就先简单介绍，然后就向各位讲解如何操作吧。身为一个软体开发者， Git 版本控制都是必学的技能，但这些只能对我们的程式码进行版控。每次拉专案下来部署时，事实上都需要额外再花很多时间来调整环境。而 Docker 就可以把我们的 code 和所需要的环境都包成一包 image， 就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调整环境上面了。我们只需要把 image build 好，就可以拿来到处部署在各个伺服器上面了。虽然 Docker 可以在不同的作业系统上面使用，但它在 Linux 和 Linux 以外的作业系统上运行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Docker 仰赖于 Linux 执行，所以在 Linux 上是直接使用 Linux 核心，但在其他作业系统上 ，Docker 会自己开一个小的虚拟机 Linux 去执行 Docker。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Docker 在 Linux 以外的作业系统上可能无法使用全部的功能。我之后讲解到 Docker 运行时，会以我遇到的状况举例说明一下。总之，如果是在本地端开发或测试，你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 Mac 或 Windows 开发。但如果是要稳定运行 Docker、部署服务等等，我建议还是使用 Linux 来部署。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如何安装 Docker 吧。在 Mac 或 Windows 上， Docker 官方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 GUI 工具，叫做 Docker Desktop， 可以很方便的管理你的 image、container、volume 等等。首先，我们在浏览器搜寻 Docker Desktop， 选择第一个搜寻结果，然后选择你的作业系统版本下载。我这边已经装好了 Docker Desktop， 那我们就直接打开来看看吧。在左边的侧栏有 Container、Image、Volume 等等。在 Image 这边又分成了 Local 以及远端，也就是你在 Docker Hub 上面的 Image。在 Local 这边，我在本地已经放了几个 Image，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在个别的 Image 上面按下 Run 按钮，就可以把 Docker run 起来了。另外这边还有一些额外的设定可以做设定，像是容器名称、对外的 port、volume 等等。关于 port 和 volume， 我在之后的影片会详细介绍。好了，接下来按下 Run 按钮，就可以把 Docker 跑起来了。在 Container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 Nginx Container 跑起来了，显示正在 running。如果要暂停、重启或者删除的话，就是按下这边对应的按钮就可以了。再来，我们来介绍如何在 Linux 上面安装 Docker。虽然 Docker Desktop 也提供了 Linux 版本，但是 Linux 版本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还有不同的 CPU 架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 Linux 都支援。我推荐直接使用 apt、yarn 这些包管理器来安装 Docker。那我先远端一下我的 Linux。如果你是用 Ubuntu 或者 Debian， 那就是和我一样的安装方式安装就好了。打开终端，然后输入 sudo apt install docker.io， 就可以把 Docker 装起来了。因为我之前已经装好了，所以这边显示它已经装好了。除了 Docker 以外，我们还需要安装 Docker Compose 这个工具。之后我会再详细介绍这个东西，我们就先来安装吧。sudo apt install Docker Compose。好了，这样 Docker 所需要的工具都安装好了。下一篇我会来讲解如何 build image， 以及如何撰写 Docker file， 还有如何简单的用指令把 Docker 跑起来。